提起儿星，你会想起什么游戏？是大名鼎鼎的 GTA， 还是堪称艺术品的荒野大镖客？似乎儿星除了这两款游戏，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游戏被玩家津津乐道。但其实不是其他的游戏不行，而是这两款游戏实在是太顶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玩一款儿星开发的另一神作《侠盗猎魔》。2003年，在各种厂商绞尽脑汁的将剧情塞入游戏的年代，《侠盗猎魔》的剧情却显得十分单薄。一位心理变态的导演与地方警署勾结，他们计划拍摄一场带有真实杀戮情节的真人秀节目，将某国的一处三不管地带打造成了活生生的犯罪现场，并且联合当地4大帮派，安排他们互相厮杀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导演满意的镜头。直到某天，或许是导演的作品遇到了瓶颈，他们需要调整节目的拍摄方向，于是他从各大监狱邀请了一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，然后将犯人扔进了4大帮派的所在地。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让导演感到兴奋不已。随后他不停故技重施，直到请来了一位名叫凯什的死刑犯来参演他的作品。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凯什竟然是一位伪装成猎物的狩猎者，并在一夜之间将导演伙同其他人员消灭殆尽，重获自由。当玩家悄声走到敌人的身后，贴近到一定的位置，你会发现主角抬起了胳膊，此时的玩家需要按住鼠标的右键，眼前准星的颜色会随着玩家按住鼠标右键的时间变动，从灰色变成黄色，再到最醒目的红色。3种不同程度的处决方式让玩家沉浸于杀戮，从割喉到碎尸，再到被电锯划满地的鲜血，这很容易使得刚开始游玩游戏的玩家感到些许不适。面对这些屡屡挑战底线的场面，过度的表达暴力，有理由让人相信这款作品更像是儿星的一个测试项目。不过该作与其他测试项目不同，侠盗猎魔的测试并非是制作技术的测试，而是在测试玩家与政客对暴力的接纳程度。就是这样一部诡异的游戏，它的销量究竟如何？有人做过统计，侠盗猎魔在与2代合力发售的情况下，截止到2008年的3月，该系列一共卖出170万份。而表面的销量并不能代表这款游戏并没有那么红，为此我统计到了市面上能够玩到的游戏数据。在那个2003年，网络还没有普及到各家各户的年代，如果你想玩游戏，这时我们通常会去一些碟片店买碟片，但是通常买到的都是盗版。更可怕的是，购买盗版的大多数可能是未成年人。提到未成年人，这就不得不说起该作间接性影响了一件青少年谋杀案。在2004年的7月份，英国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，警察在凶手的卧室找到了一款名为《侠盗猎魔》的游戏。这时的游戏被重新审核，随后被各个国家列入禁游行列，并加深了很多人对电子游戏精神毒品的固有印象。而制作组儿星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些争议事件的影响，并于2007年的2月7日放出了该游戏续作的预告片以及实际演示的镜头。《侠盗猎魔》第2部游戏拥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封面，一只眼睛猩红的瞳孔中闪烁着令人不解的符号，简洁明了的同时又让人感觉到对它不由自主的恐惧。而在游戏包装的最后一句话写道：他们夺走了你的生活，是时候将它取回了，也奠基了游戏复仇的基调。而相比不重视剧情的前作而言，《侠盗猎魔2》的故事却比一般游戏要更加精彩。这是建立在美国的一个极具罪恶的乌托邦地带，因为当地州政府极端集权的行政模式，高压的生活下使得群民激愤，武装组织如野草般烧尽在身。政府为了镇压这些不听话的群众，并秘密调来一批顶尖的科学家，帮他们发明一种可以高效猎杀的战争机器。他们将该计划命名为皮克曼计划。该计划提出制造出类似于脑部接口的装置，试图在普通人的脑部中注入另一个人的思想，以实现量产顶级战争机器的目的，类似于现代马斯克提出的脑部接口计划。而主人公丹尼尔正是负责这项项目的科学家之一。项目初期进行得十分顺利，也很快便取得了研究成果。但进行到人体实装的阶段，项目进展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可能是产品的不完善，导致大量参与实验的志愿者陷入了精神疾病的折磨。政府为了掩盖真相，甚至专门将实验基地改造成了收容所，试图掩盖他们失败的真相。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，他们疯狂实验，而到最后却没有一件成功的案例，这也让政府逐渐丧失了耐心，并且撤销了这费钱又费力的项目。这使得丹尼尔所在的团队很快陷入了财务危机，项目面临终止。然而丹尼尔并不愿放弃，他决定亲自上阵，充当团队的试验品，企图完成他们最后一代产品的实际测试，挽回政府的投资。但事与愿违，等下一次睁眼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早已躺在了病床上，并丧失了6年前的所有记忆。这天窗外电响雷鸣，打坏了收容所内的收监装置，所有的精神病患一涌而出，将收容所变成了厮杀的战场。此时的丹尼尔被一位狱友里奥引导，很快便逃出了收容所，踏上了寻找记忆的旅程。在里奥的协助下，丹尼尔找到了当年的主要策划者，整个事件终于真相大白。原来丹尼尔在实验的过程中，装置发生了故障，这是得知入进去的里奥人格直接侵占了丹尼尔的身体。由于里奥并不能完全占有丹尼尔的身体，而且丹尼尔原本的人格会随时苏醒，于是里奥趁着丹尼尔人格昏迷的期间，闯入政府禁地，烧掉了所有有关实验的资料。后来因为装置的副作用，丹尼尔患上了精神失常，极大的精神压力压制了里奥的人格苏醒，他们被关进了收容所，一待就是6年。游戏被玩家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该作的双结局。作为一款暴力游戏，
在通关过后，你也会发现该座其实拥有一个反暴力的内核。在一般通关的情况下，主角丹尼尔会遁入心魔，埋葬自己的妻子，并杀死自己的第二人格里奥。随后你会发现自己倒在了马路中央，拾起地上的信封，里面装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暗示着丹尼尔即将开始新的生活。而在另一种极端的通关形式下，比如过多的伤害地图中的平民，以及多次使用3级处决的情况下，也会开启一个隐藏结局。你会化身为第二人格里奥，以残忍的方式杀死本体人格丹尼尔，再度成为一个凶恶的杀手。两种结局是报之本心，又或是用残忍的方式进行屠杀，代表了玩家2种不同的游玩心境，使得你的操作越流畅，反而结局会显得越凄惨。但足以表示过多的暴力会恍惚人的精神，从而难以保住其善意的本心。然而一旦与暴力和血腥沾上关系，这也让很多人给这款游戏戴上了有色眼镜。在2007年，R星主机游戏的市场销售主要集中在北美以及欧洲，因此想发行游戏就必须要通过2个州最主要的软件审查机构的审核。《侠盗猎魔2》于2007年6月送审，但很快就得到了一个不幸的结果 ，ESRB 直接将该游戏评为 AO 级，也就是《侠盗猎魔2》一旦发行，绝大多数的商店都会拒绝引入该评级的产品，同时作为掌机的2个平台也会拒绝上架该评级的游戏。而英国的 BBFC 直接给游戏扣上了 R 级，也就是直接拒绝审核。如果不做删减的版本，那么这款产品将成为R星史上第一款被完全禁止的游戏。删减的版本除了将处决中的不良画面变得更加暗淡模糊，在游戏的某关中，你会获得一把钳子，该钳子的用途是为了帮助主角打开下一个场景的通道。而在未删减的版本里，你可以用处决的方式来家爆敌人的喉咙，或者拆下敌人的睾丸。不过这些内容在之后的 PC 版本中有一部分也得到了回归，当然 PC 版也理所当然变成了 AO 级。经过1个月的修改，R星将修改后的版本重新送审，并在1个月后的8月24日，该游戏被 ESRB 判定为 M 级，也就是该作可以进行正常销售。然而R星在经历过这样一系列的死亡审核后，2部作品的合卖还不如其他作品的一个零头，也让这款作品很难再看到续作了。